大家好，这节我们来创建一下运动系统的框架。首先介绍一下原理，我们通过这张示意图来进行说明。我们的运动系统将来需要面对相当复杂的功能需求，不能把所有内容都堆到一个动画蓝图中，否则它很快会变成史3代码。所以我们先进行解耦，我们把不同的职责划分清楚，交给不同的对象去完成。首先，我们把抽象的动画功能划分成动画逻辑和动画这两个部分。动画逻辑指的是状态机、物理模拟等与动画序列没有关系的部分，而动画指的则是播放动画序列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随便打开一个动画实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包括状态机和一些后续其他的处理，我们都属于动画逻辑。然后在状态机内部，这些部分也都是动画逻辑。在每一个动画机中的每一个状态内部如何去播放动画，这个就属于我们的动画。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动画实际上也可以分为动画的实现和资产这两个部分。资产很好理解，指的就是动画序列。动画的实现指的就是我们如何去播放这个动画。一般来说，我们最简单的可以使用序列播放器，按顺序直接播放我们的动画。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快进播放、倒放、跳到特定的点位去播放，或者进阶一些，我们可以使用距离匹配中的序列求值器等。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这是最简单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一个序列播放器直接播放我们的序列资产。那么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动画实现部分，其内部关联的这个动画序列就是我们的资产部分。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情况，像这种情况，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动画的实现，然后内部关联的就是动画资产。好，然后就是我们的动画逻辑，可以划分成通用的动画逻辑和专有逻辑。通用动画逻辑应该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有男生有女生，但是他们的骨架不同，但是他们都有同样的走跑跳的一个逻辑，这就是通用的逻辑。然后专有逻辑指的是我们需要依赖骨架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要给一个发型做物理模拟，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发型它的骨架，我们需要拿到一条一条发丝的骨骼链才能够去做模拟。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一部分，从上到下一共分成4个层，由底层框架逐渐过渡到具体的实现。首先是引擎原生的 C++ 类，这是虚幻引擎给我们提供的类。然后是自定义 C++ 类，这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C++ 类。然后是抽象层的蓝图类，这是我们继承自定义 C++ 类中的蓝图类。然后是具体功能的蓝图类，这是我们最终会使用到的蓝图。我们一个个讲，首先是 Anim Instance， 这是所有动画蓝图的基类。然后是 Anim Layer Interface， 这是一个 C++ 接口，我们马上会讲到。首先是这一条链，我们创建了一个叫 MyBaseAnimAinstance 的 C++ 类，然后继承它创建了 ABP MyCharacterBase。从名字上我们来理解一下 Character Base， 所以它是我们角色使用的一个基础动画蓝图。它的作用是实现通用的动画逻辑，即解耦关系中的动画逻辑的部分。然后这一条链，我们创建了一个叫 MyBaseAnimLayer 的类，然后用它创建了 ABP MyAnimLayerBase， 它是基础动画层。然后它的作用是实现动画，也就是我们解耦关系中的动画这个部分。然后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 Anim Layer 以及什么是 Anim Layer Interface。为了实现我们的解耦关系，我们需要把动画
从功能中剥离出来，单独放在一个地方，因此我们分化出了 Anim Layer 这么一个全新的类。但是由于这个类现在是独立的，在类中实现了动画之后，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动画蓝图中来使用。因此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interface， 也就是接口。动画层接口本质上是一个虚幻风格的一个接口，它定义的是有哪些动画，即有哪些动画是需要被实现的。我们的动画层它会继承这个动画层接口，然后实现相关的动画。我们的动画蓝图它也会继承这个接口，但它不实现动画，而是使用动画。也就是说，这个 interface 相当于一个桥梁，把两块孤立的功能给它结合起来。接着我们又依据基础动画层创建出了具体的一个动画层，叫 ABP Base Girl Layer 作为案例。这一步是为了实现我们解耦关系中的把动画的实现和资产分开。我们知道在这一步中我们已经实现了动画，但是我们不使用具体的动画序列的资产，而是用变量作为代替。然后在下面的具体实现中，我们指定这些变量，但是不再去实现新的动画。也就是说，动画的实现完全在这一部分，动画的资产完全在这一部分。我们接下来讲第三条链路，相信大家已经猜到这条链路的作用是什么了。我们创建了一个叫 MyCharacterAnim Instance 的类，然后继承它创建了一个 ABP Base Girl， 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动画蓝图，它的作用是实现专有的动画逻辑，即解耦关系中的这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一部分实现了通用动画逻辑，在这一部分实现了专有逻辑，只需要把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联系到一起，我们就实现了这个解耦，对不对？我们注意到这一部分它是一个动画蓝图，这一部分它也是一个动画蓝图，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在一个动画蓝图中去使用另一个动画蓝图。这里虚幻引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特性，叫做动画图表链接，它就是允许我们在动画蓝图中去调用别的动画蓝图。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具体的角色的动画蓝图，可以看到输出在这里前面有一堆东西，然后它的源头是这样一个节点，叫做 Linked Anim Graph， 这代表着它从另一个动画蓝图中获得一个姿势资产。好，具体怎么实现的我们之后再讲。然后是我们的最后一条链，这个比较简单，和第三条链是类似的。我们创建了一个叫 MyFollowerAnim Instance 的类，然后依据它创建了 Hair01ABP 这样一个动画蓝图。它的作用是实现我们的发型、服饰等部件的专有逻辑，区别于角色。角色中我们的就是通用动画逻辑这一部分是通过链接一个别的动画蓝图来实现的，而我们的部件中的通用动画逻辑指的其实就是说被附加到的这个角色它的动画，对不对？我们的部件应该是这样子的，它获得我们角色的动画作为原动画来播放，同时拥有自己的像物理模拟、Control Rig 等额外动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它的实现是通过一个自定义的节点，像这样，这是一件衣服的动画蓝图。我们通过一个自定义的节点叫做 Youth Leader Pose， 在这个节点中，我们把角色的姿势，就是运动信息，直接复制过来，作为一个源头，然后给到我们的服饰，然后服饰自己的物理模拟、自己的 Control Rig 最终输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两个部分都有一个后缀叫做 Template， 这是虚幻引擎当中的模板动画蓝图。我们在创建传统动画蓝图的时候是必须要指定一个骨架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对吧？像我们在这边做通用动画逻辑的时候并不需要骨架，
所以现在有个新特性，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将它作为一个模板。好，这张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大家可以再看一遍。所以我们下一节再开始把这个给制作出来。